那么他们一共得到了全场多少票的安可呢？请出票。恭喜第一组上场表演的海草饭店，一共获得了182票。感谢你们的精彩表演，请回到你们所在队伍的专区落座。接下来有请第二组爱无疆团队的力士以及他们的合作乐手上场准备表演。Go！ 加油加油！我们是一世香，爱无疆。耶！给自己点掌声。稀稀拉拉的掌声，我一个词儿都没跟上，太没有默契了，这个队史上最尴尬团队。其实这歌都小时候都听过，没有人没听过的。对，没有人没听过。我觉得这个歌，他俩可能没听过。虽然是力士乐队负责一些核心的编曲，但是还有一师的很多朋友和提香的很多朋友一起来参加，跟他们几个合作，特别弥补我们之间的短板。没错，其实对于团战来说，最主要的就是那个协同和合作嘛。在这一轮比赛里面，我们把我们各自最优秀的东西都拿出来，然后糅合在了一起。所以这一场演出是我们3支乐队都非常期待的。马上咱们就该演出了，咱们对个百家德怎么样？好啊！咱们这3个乐队这么合拍，肯定没问题。来，加油！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白鹭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人。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不停地问，我不停地找，不停地想。麦克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我拿什么奉献给你？不停地问，不停地找，不停地想。
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的乐队来到珠海也齐耍，真的特别高兴。让我们一起把青春和热血奉獻給音樂和舞台。人生有幾多個10年？喺呢個 moment， 我哋拋開一切嘅偏見，一齊享受音樂。多謝所有嘅朋友，多謝你哋。Ақ кепті асмалаға тақтым таты, Yulduzlar uzun keçige taxtım tacı. Mən nimi bilən taxtım taday, Omaq kozam. Il suono della pioggia, il profumo della terra, lo dedico a te, madre, padre e a te, fratello mio.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这歌其实我们当时选的时候，我开始对《奉献》这首歌可能不是很理解，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的学校里操场上每天放学的时候都会放这首歌。然后我们拿这首歌以后呢，我就是想以一个欢快的方式去表达这种爱，然后这种无私的、这种默默无闻的这种奉献，把整体的速度加快了一些，然后改成了一种 ska 的那种感觉，然后中间加了一些加一些朋克的那种，也是想体现出来我们爱无疆是3支乐队在一起有一种团结的力量啊。那在排练的过程里有什么意见吗？我们3支乐队在一起的合作其实很顺利，没有什么会有分歧的意见。但是有一个小的故事，我觉得我值得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大家去地2号，尤老师用宜宾话，然后小 K 老师用粤语，阿利普用维语，然后阿曼用意大利语，他们4个人去用各自的语言来表达这段歌词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排练，我自己在现场就想掉眼泪。我听不懂他们说的所有的语言，但是他们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在这首歌里面出现的时候，我自己被这些东西感动到。我用3个字形容，到位了，这是各方面都到位了。这我们这组就缺点，缺这种元素是吧？正儿八经说话的没有，我们全是那种。能不能让各位老师也用各自的家乡话或者是方言来跟我们一起说一句这个歌里面的话？当然可以啊，河南话可不一定有这个感觉啊，我跟你说。我想用河南话听怎么？方大钊，方大钊，因为我也很久没有说河南话了，但是我可以说，但是不一定标准啊。走，俺拿啥给你，俺的朋友？大概是这样啊。我拿什么奉献给你？闽南话的话就是我提什么奉献给你。把鸽子奉献给蓝天，把心弦儿奉献给长夜，我拿啥子奉献给你，我的娃儿？来，亚东了，我来了。音乐是他的语言，他的语言，我说完了。我们还是回归好吗？我先给一下我今天的分数，4分。怎么这么少？
他怎么只给10分呢？我个人觉得改编是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所有的环环相扣都有点刻意。当然，这个歌我一直在听的时候，在回想它的原样到底什么样。我一直好想听到它的原样，那个最真、最直接的打动吧，或者最原始，我心中既定的一个打动的感觉，就始终没有等到，始终没有等到。然后总的来说，我觉得有一点不自然。我个人感受，我给了3分，对。然后是这样的，我觉得，一首好的音乐，它如果要改编的话，我自己的感觉来说，它那个外壳特别的重要，要不然立意就会改得面目全非。坎童唱完第一段，我其实有那个感觉的，但是那个朋克的节奏一进来了之后，我很想走进去，但是无论如何我都觉得有点尴尬，这是我整体的感觉。然后我是真的喜欢你们3支乐队分开来，但今天的表现让我觉得1+1+1就等于3，对。我老说我不太喜欢励志感人的歌曲，但是今天我是觉得大家的这个状态是比较真诚的，而且你一直说有4种语言，我觉得手语也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一种语言吧，算是。然后我是觉得能想到这个，就也是挺让我感觉意外的。然后我还是给10分吧，谢谢啊，谢谢。本来我觉得这个歌是非常难改，说实话，这个不像刚才郑钧的那个歌，它本来就是比较乐队化，这个真的非常难改，就是我觉得改到现在这样已经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了，所以我还是给你们9分。目前为止，爱无疆团队他们一共得到了全场多少票的安可呢？请出票。只有149了。接下来有请第3组 Tomorrow Will Be Better 团队上场进行半决赛团战的表演准备。走！记得看我啊，看你啊！待会儿我们也一起演了。这首歌它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算是音乐了，我觉得它这首歌本身的意义远大于这个音乐的部分，因为它的词和旋律都已经非常的固化，所有人都会唱的一首歌嘛，然后改的会相对来说比较就是沉一点。其实我是在问我自己，也是在问这个苍天和大地，明天会不会更好？对，就是这样一个改编思路吧。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晨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染上的泪痕随即已风干了。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唱出你的热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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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让我们期待明天。你们是谁主导改编的呀？是我。这首歌它是80年代的一个作品，那个年代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一个时期。我们这个时期，它有非常庞大的一个信息量，然后我们会非常容易在这个庞大的爆炸量的信息里面会迷失自己。然后明天会不会更好，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也非常期待着明天会更好会来。这就是改编的一个思路。他前面那个磁带的，对那个感觉就是想营造出那个年代的那个时代感，有很多人用。然后，但是明天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你不要这么犀利，没什么意思，真的。我就简短说一句，我刚才整体的感受就是觉得我在看一支高中社团的乐队。意思就是，其实我觉得很不成熟，整个作品、整个搭配、整个不协调，整个就是很像刚接触音乐的一群人做出了作品，所以5分。其实节奏类型是我喜欢的，但是在最后，因为一的声音我感觉跟平丝儿不是很
很协调，所以我给了6分。我感觉他们那首歌，哪怕最后稍微收一个词，都有意思一些。观众谁想说的吗？怎么说呢？我对他们今天这个改编还是稍微的心理落差有点大的。2个乐队组合起来的话，还是缺了一些东西。古典的话盖过了人声，导致有一些地方唱起来的时候没有引起共鸣。还有一些就是像大家一起大合唱的这种感觉，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是挺好的，但是时间太长了，以至于我以为后面会有一个乐器再起音的这个点会出现，但是没有，一直这样子慢慢的就结束了，和我自己想要的可能就不一样吧，可能大家各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但对我来说是这样的。谢谢。谢谢。他这首歌要表达的是啥，你知道吗？是明天会更好，打了一个问号。对，然后他在不停的在问你明天到底会不会更好，他传达的是这个意思。对。我觉得所有的歌的话都是情感的表达，然后每一首歌都有每首歌不同的情感的传递。就像刚才杀鸡草的主唱走出来，在最前端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首 rap 歌词，就在你的头上暴扣，那也是一种感情。但是我觉得平三的话也是另外的一种，就是他可能有瑕疵，但是他会倾听，他会跟你娓娓道来，然后他也会给你看到他脆弱的一面，然后甚至自己不那么擅长的一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情感的一种表达。这首歌是我今天最喜欢的一首歌，我给了10分。他懂我觉得这个歌它没有满足可能原作者的期待，也可能没有满足刚才那个观众的期待，但是可能这就是歌曲可能以及表达者的一些宿命吧，我也能理解，所以我挺喜欢这首歌的。对，谢谢。好吧，说实话，我觉得用说话来解释音乐，这本来就不得要领，这说不到什么关键的地方。我觉得技术上来说，因为我是我学音乐，然后我对每一个旋律都非常尊重，然后每一个旋律都像你们说的每一句话一样，它有自己的语感。刚才依依唱的时候，什么哒啦哒啦天空的地。这个是植根在我脑子里的，是因为它刚好配合那个翅膀那个哒啦哒哒哒哒滴，哇，我好有画面感。然后你就哒啦或者什么直接没有了。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然后平三呢，是你后面确实长了。而且你副歌结尾的时候就一直重复那一句，如果你要是后面没有来那个高的，我要崩溃了，你知道吗？我理解，但是说实话，从技术上来讲，你们2个队都是比较简洁的，然后通常都比较爱在6级里、4级里，在4都爱用那个第9音，在6里面那个是7，然后在4级里是升11，这种招数，就是你觉得这个会有性格吗？我理解你不太想要大调的感觉，想要在里面加吉他，加一点歪的什么，然后但是说实话，我是觉得真的慎用吧。然后平三在结尾的时候的处理，我觉得过了，那太不像你应该那样的处理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流行歌手那样做，我还能理解，我给5分啊。对，他们改音了，然后改的和我习惯中的不一样，细节都没有，对，细节都没有，对，所以我就会觉得他唱跑调了，但是他是特地这样安排和设计，所以说他这种旋律改不了就重写，这个方法真的好。对。那么第3组上场表演的 Tomorrow Will Be Better 团队一共得到了全场多少票的安可呢？请出票。好，我们草莓星球来的人半决赛团战第2轮的 battle 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先来看一下第2轮3组新血音乐人的安可票数的排名。
Tomorrow Will Be Better 团队得到了254票的安可，爱无疆团队得到了306票的安可，海草饭店得到了352票的安可。他们好高啊！都被杀鸡手输回来了。我们要么第1，要么第3，你知道吗？我只是怕对不起评审。没事。拖后腿了。拖后腿也是我拖。待会儿好好唱啊。没事。接下来我们将要开启草莓星球来的人半决赛团战最后一轮的 battle。最后一轮 battle， 每组音乐人可推举一组新选音乐人唱自己的歌，也可以接受其余乐手的加入。这是大家最后的机会，能不能逆风翻盘就看这一轮的表演。透心凉可释放，现在就来抽取面前的雪碧罐来决定你们第3轮的出场顺序吧。抽，又来抽个第1好吗？想早点演。真的有。万一呀 ，OK。Bravo，是。哎，可以，非常合我意。第2个，天时地利人和。我咋老抽1呢？接下来有请爱无疆团队的提香以及他们的合作乐手上台做表演准备。Let's go！ 爱无疆。刚就完了。咱们这首歌适合第1个演。没有，其实也主要看前后啦。前面如果是刚好是那个上的话，刚好到这时候就合适了。对。如果前面也是炸的，这首歌还可以压后一点。对。就这种感觉。爱无疆排第2是吗？爱无疆对呀，但都差挺远的，差好几10票都。
这首歌是提香乐队的歌，对，是提香的。哦，所以是你们帮着一起重新对做一些也编曲上什么？对，你觉得合作怎么样？其实大家这是在做这首歌的时候是非常顺畅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分歧，然后每个人有自己想法就都说出来，然后我们都是讨论，觉得合适的，大家都会用。其实我觉得是挺愉快的一个经历吧。我觉得我们在改编和表演这歌过程中，让我想起就是特别小的时候那种，刚开始组乐队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一开始那个大跳，我觉得我已经好多年没那么跳过了，就是好像刚开始学会弹那个 G 和弦的时候会那么难。现在我们这次大家又说，就回归一下吧，回归一下纯真，所以这过程我觉得是特别开心，挺舒服的。我给9分，9分，确实那个琵琶让人太快乐了。然后对 ，Yeah。我觉得怎么说，我第一次听提香乐队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第一次听你们，我觉得主唱声音太好了。然后接下来好多次你们自己的歌，你的声音都是被淹在编曲里的。从技术上来说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今天我看到，尤其是像大刘和平饭店大刘，我没有想到他的声音是那么美，那么打动我，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听他的歌听很多回了，那这只有一个技术问题，就是他给自己写歌的时候并没写在特别合适的音区。我相信大刘回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一定感觉到哇，我的声音太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作的问题。提香也是一样，我真的觉得提香是一个这编曲非常流畅。我觉得不是好坏的问题，是他们的概念都非常好，而且音乐素养都真的蛮好的。但是我真的觉得你们就缺好歌词，我真的觉得你们歌词和你们音乐相比略微幼稚了一点点啊。其实我觉得如果一首歌一上来就高潮了，我觉得这听到后面就是最好的部分在前奏已经搞完了，那始终是一个问题吧。我觉得音乐必须还是要用音乐再次带来那个爆点，不然的话我觉得是会也是会有一些问题。但这只是我的建议，我给6分。我觉得今天要看到难得合作起来顺畅的音乐，我觉得很少，机会也渺茫，而且并不是大家的问题，而是有些乐队本来就不太适合。如果都分开来，力士、医师、提香，我都很喜欢啊。可是刚刚这组，我就觉得组起来，我会觉得我要看什么，我不知道我要看什么，我会发现没有重点，而那个重点，你们发现的重点，可能是几个小时想出来的一个表演方式，或者是一种编排方式，我觉得不足以打动我，所以6分。我的感觉是像用非常精美的水晶高脚杯，然后盛了半瓶的酱油，我像是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因为这首歌我一听，我感觉就是提香的歌。就医师的2位老师加进来的时候，我刚才还跟老肖在说，就是说不出来的，有种违和感。我觉得这歌不应该这么做，可能你们自己搞的时候也会更顺畅一点。那我的分数是6分。对。目前为止，爱无疆团队他们一共得到了全场多少票的安可呢？好，恭喜你们获得了145票。目前你们所在的爱无疆团队3轮 battle 累积的总票数，请看大屏幕。好，爱无疆团队3轮 battle 现在的总得票数是451票。谢谢你们的表演，请你们回到乐队的专区落座，谢谢。接下来有请第2组海草饭店团队的杀鸡草以及他们的合作乐手上场准备表演。Go， 去，再，快去快回。你们过来一下，我想改个歌词。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是把忠贞热烈放到前面去。这个枝不好听。
来，咱们唱一下来。忠诚热烈自由奔放，我再也找不见。哎，这样好多了。对，这样好多了，是不是？忠贞热烈，自由奔放。风筝一头挂着雨，翻越高山暴水场。幸福是在燃烧，神圣忘性很大，一切毫无征兆的相遇都已被遗忘。固执算计偏见，父母极力反对，都不会触及他额头的年轻和忧伤。自然偏爱圆滑，凡事都无头尾，公之于众也许不是最好认错方法。的时候，我将会的继续停止脚步，反正我们也一直在流浪。其实我刚刚在那边的时候，我特别紧张，因为我们是一个队的嘛，我们的2个队友分数都特别高。
我主要是担心会拖他们的后腿。对，胡杨觉得呢？你会担心被拖后腿吗？那肯定不可能，那肯定不可能。其实，就是当时我第一天参加这首歌的排练的时候，我就想，这是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风格，包括他们那个舞，我现在都跳不好。所以说，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快乐又新奇的体验。现在胡杨说话有进步。刚刚萧敬腾说过，就是一个乐队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之前在排《天下》的时候，大家其实都非常的严肃，然后每个人都害怕自己会错，然后排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是找到了，就是最原始的那种欢快吧，就是排着排着会笑。其实我也会骂他们，我说你们怎么都迟到了？当然别的乐队的我不会说，所以我就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可能音乐没有什么简单不简单吧。就是最原始、最真实的东西。哎呀，真好。所以他们俩现在就是已经被沙化了。仨。他们3，不好意思。啊，这儿还有4个，非常的沙化。我也沙化了，而且我是最早期沙化的，我是第一批。对。那我就先说吧，舒服、轻松、自然、自在，我感觉得到此刻在台上的所有的朋友心里是清澈干净的，就好像刚刚阿兰说的，你们在彩排的时候不由自主的会笑出来，可能这是音乐的魅力。可能我心里有过邪恶，但是站在这个舞台上，或者是听着这首歌的时候，我干净了。我的感受是这样，10万分，10万。我是一个很少在公众场合跳舞的人，对，我刚才已经不由自主的在跳舞了，虽然也跳的不是怎么好看，就像老肖刚才说的，我觉得是干净无杂质的音乐，对，然后我也给了10分啊，就是喜欢，对。我觉得这样的胡杨和大刘真的很棒，看你们俩在那儿跳舞真的很开心的，我给8分吧啊。刚才有一位姑娘跟那个阿兰跳舞，就在一起吧。阿兰确实也说他渴望谈恋爱什么的，好像。就是这首歌它的元素非常多，它的风味很蒙古，然后呢，它其实还带一点点新疆的味道，就很多元化。然后这首歌呢，首先它非常的快，很多打拍在里面。然后我看各位唱的也是气喘吁吁，然后挺累的。然后呢，阿兰老师舞蹈技法也挺不错的。不是，你说阿兰拉你跳舞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他是那种很可以给大家带来欢快然后和气氛的人。你可以讲话不要这么专业吗？讲一点感受，讲一点心里的感受，有没有一瞬间是心里有波动的？就是很快乐，对。好吧，那就2维码扫一下啊。萧敬腾好坏啊！让我们看看海草饭店究竟得到了全场的总安可票数是多少呢？188，188，188，全票。这个比我想的低啊，反正够打了。接下来有请第3组 Tomorrow Will Be Better 团队的蛙池以及他们的合作乐手进行半决赛的表演。黄昏初月，有月来相
照此江，无感同场，而思想之散，四肢发达，挥拳头向圆环。笑哈哈，我有梦想，我真自豪。你登上他的桃花岛，不停不说不挣扎，歌舞升平笑哈哈。我有梦想，我真自豪。少女喜乐她真棒，好汉不见歌舞广场，铁马冰河入梦来，情侣的涛声彻夜的光。谢谢平三和那个韩宇给我们这首歌带来了很多色彩，因为之前人声部分就没有能够营造出我们原本想写这首歌的时候要那种大合唱的感觉，所以这一次因为有平三特别有爆发力的补充，然后还有韩宇加了一把氛围感比较强的吉他，就把这首歌做得更完整了一些，所以很感谢他们。蛙池的所有的作品，我觉得旋律走向都太像。当然我知道你的内容、你的词可以很多元，可以谈论到很多角落、社会各种故事情节。但是我想讲的是，如果音乐只是为了放你的内容的话，我会觉得对音乐不够尊重。我给8分，还是很好的作品。好，明白，谢谢。蛙池的演出一直都是这样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乐队非常多声部，很想让它变得特别有力，其实在我看来，声音越多，力量越小。蛙池把简单的和弦做好听了是最难的，而且它也是最有力的。我觉得
蛙池这个队真的是非常干净利落，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鲜明。因为我在这儿也是听了很多虎啸春的歌，然后也听了很多蛙池的歌，然后我觉得他们两个乐队对我来讲都是特别有力量的那两种声音。哑牛这个我之前也听过，然后今天平三呀、依依他们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哑牛这个歌给我的力量，我觉得是更大了。我也是觉得这是我今天也是听到最好的一个表演，然后我也给10分，谢谢。谢谢你哦。谢谢你啊，平三。明天会更好团队得到了安可团总安可票数35票。有请3支团战队伍来到舞台，一起揭晓最终的结果。明天会更好团队蛙池总共得到了全场多少安可票呢？请出票。Tomorrow Will Be Better 团队3轮累计的得票数是多少？请看大屏幕。目前海草饭店团队在半决赛中累计总票数位列第一，517票。恭喜海皮威尔、和平饭店、杀鸡草成功获得全员直通总决赛的晋级名额。来到这个节目，我们乐队最大的2个收获就是收获了新的朋友，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一次合作，让我们感受不同的音乐，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大的收获。我们刚来的时候，其实我以为我会第1轮就走，然后我刚刚也没想到，然后我非常的开心。现在，接下来安可团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从本场排名第2的爱无疆团队和排名第3的明天会更好团队各推举出一组晋级总决赛。我觉得他们要商量，应该不会用那种最粗略的手段评分比分吧，按分吧。应该不会吧？应该综合吧。我认为从这个节目做得到的力士太努力，他是唯一一个每一次都拼尽全力尊重这个东西的。我觉得要么就不要来，来了就我尽力。我个人的看法，你们留下来，交给命吧，好吧，交给命吧。蛙池他们把自己能玩的东西用心去玩了。比如说有的乐队是我在做超过我水平的东西，他一直在够那个东西，反而不如他们淡定来得更。他是把习作当成作品的，所以其实他们身上有一股总之我是喜欢他们的那个感觉的。蛙池没有问题，他就是人可能稍微有个性了一点，音乐也没有问题。我觉得蛙池跟虎啸春挺像的某些方面。我是觉得提香，因为我讲一下我的看法，他们3个就以音乐性来讲，音乐性，然后他们的调性以及他们的舞台感是很有力量、很干净的。提香是这样的，我觉得乐手素质真的太好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歌词特别像翻译，这是仅是我个人看法，没关系，咱们可以投票，反正我的就是这个。是，我还是偏向于蛙池和提香。你呢是？我也是蛙池提香。你也是？对。我是蛙池和力士。好吧，那我蛙池提香，就提香过吧。完了。OK。请安可团公布半决赛团战排名第2的爱无疆团队晋级的名单。爱无疆晋级的是提香。美猪三，怕便宜。提香，他不争不抢的，他就是在表达自己的东西。他们是可以上更多的音乐节。我依然觉得提香是最有样的，最有形象的。排名第3的 Tomorrow Will Be Better 团队晋级的是蛙池。蛙池他们比较自视甚高，给人感觉不是很配合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他们年轻嘛，但是他们作品是成熟的，每一个人的表现都是合适的。恭喜晋级的5组新秀音乐人，一路从天台之战、抢翻生存战、复活赛到今天的半决赛团战，
你们用精彩的舞台赢得了总决赛的通行证。接下来希望你们在草莓主舞台继续加油。最终获胜的 Top 3乐队将锁定草莓音乐节草莓主舞台的表演位置，以及参加草莓星球来的人全国巡演，并获得超1000万曝光的草莓星球能量包。让我们恭喜他们5位。医师、力士、虎啸春和白纸扇，很遗憾，你们将止步于草莓星球来的人。但这不是终点，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只要有音乐的地方，你就能和草莓星人再次相遇。期待你们在未来给大家带来新的音乐。谢谢，加油，医师！感谢所有工作人员的付出，给我们营造了这样一个乌托邦。这个节目不管火不火，它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包容度最高的一个音乐类的一个平台。我们非常开心，就是演了自己想演的歌，还演得还不错，自己挺满意的。上了舞台之后，各个的工作人员又那么专业，演出的那个感觉是很好的。我真的很感谢你们这么的看重我们，这么的喜欢我们。这次我们先撤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大好时光还在后面呢，我们才22岁。我们还是想说，让更多的人知道，不仅仅是你听到的音乐那些，还有更多各种各样的音乐的风格存在，并且还坚持着，永远都年轻，永远都热泪盈眶。这就是我们最后的话，拜拜。雪碧草莓星球来的人半决赛团战至此全部结束，再次恭喜海皮威尔、和平饭店、沙棘草、提香、蛙池。恭喜他们5组新血音乐人成功解锁草莓主舞台，你们将正式登陆草莓主舞台，闯入总决赛的赛场，角逐本季最终的 Top 3冠亚季席位。让我们草莓主舞台再见。谢谢。谢谢。欢迎来到我们草莓星球来的人总决赛派对。经过104天草莓星球的生活，他们终于站到了总决赛的舞台。现场我们就将决出本季草莓星球来的人 Top 3的冠亚季军。有请派对惊喜嘉宾新裤子。重塑雕像的权利，张楚老师。马迪，我是你的粉丝。我是第一次现场听这个乐队的作品，真的很喜欢他们。整个乐队都非常重视今天这个演出，然后很诚恳。你们已经是 Top 5，其实已经说明了很多的问题。那个自信力，我觉得是一个摇滚乐队一定要有的。我给100。大家好，我们是力士乐队，我是力士乐队主唱的小天，我是力士乐队的贝斯手高原，我是力士乐队的吉他手百石，我是鼓手看通。就是因为我和百石一次游历到广东，然后春节的时候发现他们家家户户都会发一个小力士，回来以后我们就觉得叫力士吧，取一个吉祥之意。最开始的时候那会儿还豆瓣、豆油什么的，是我找到鼓手，然后我不愿意去，对，嫌弃我。然后后来找到百石，然后老高来找我们一起玩。那时候应该是2011年，然后我们这个乐队就这样。这么多年我们也没换过人，就一直这4个人，然后呢也没什么大的吵闹什么的。笑天是一个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的那种人，他不善表达，他不喜欢跟我们说一些他自己内心的世界的事情。然后笑天就最不喜欢被我照顾。然后侃彤呢是一个特别聪明但是特别要强的女孩。我们巡演的时候，她作为一个女孩，她要拿那么多设备，她从来不需要人帮助，她就全都是自己拿，就是双踩啊、镲片特别重，我都嫌沉的那种，她能自己拿一路。然后百石呢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百石不爱说话，但是他一般说话就是能拍板的那个人，对，体现了狮子座的领导能力啊。我呢就肯定是一个长得比较粗犷，但是内心还是比较细腻的生活委员啊。大保姆。大家好，我们是力士。虽然一开始4个人是因为组乐队才
组在一起的。但是现在就是除了乐队以外，我们也经常就是最要好的朋友。我们在这8年甚至不止8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一起。我们可以算一下，就算1周排1次练，每次排2个小时，付出的这个时间也将近10万小时了。对于我们这个乐队来说，我们互相学习，然后呢，咱们一起进步，然后大家就一起做到现在。我已经30多岁了，然后那个现在呢，就是我们一块儿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感觉像刚认识的时候，20多岁，就我还是那样那种的。所以力士乐队对我来说，既是家也是青春。如果力士乐队真的有一天没有了，我不再碰音乐了，我真的不打算再组乐队了。我可能会自己做音乐，但是我不会别说这么绝嘛，别说这么绝，还得玩啊。力士对于我来说，3餐4季，3餐是每天睁开眼睛想看到的那个初升的太阳，一起喝酒。他跟别人从来不喝酒，但如果有时候我们开心了，他只会为了我们喝酒。对，4季呢是乐队，玩乐队和人的生命一样，特别热、特别火、特别亮的激情，慢慢的也会随着你的年龄增长去消耗、去打磨。但是我们的这些东西是循环的。其实除了在一起玩乐队的话，每一个人的生活，包括工作、学习，然后人生的这条路，每个人都经历了很多东西。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平衡自己的生活。我们的乐队从音乐风格上，从表演的形式上，也在平衡4个人之间的这种很微妙的默契。你们准备好了吗？能走8年，其实这种默契程度，就像老高刚才说，是源于骨子里面，就是灵魂一样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我们是从 live house， 所谓的 live house 里面走出来的乐队，所以我们一直在坚持做这种音乐，然后我们走到这个程度，我们真的是没有遗憾，我们是没有目的性的，就是我们想表达这个东西，我们的情绪到这儿了。它就一定是这样的东西，在现场的时候，它不需要给人那么多思考的时间。我们对自己的定位是年轻人更热血的那种音乐，所以也许你们在荧屏上看到的我们不是那么疯狂，但是呢，我们对自己的定义一定是在现场的水蒸气的汗蒸出来的那种比较混乱、温度比较高的那种音乐，因为我们来自地下，我们想把这种东西带给大家去听，带给大家认识。我们这种风格是唯一的一个。好极了，这是繁忙的一天。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行业深度合作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微博区域同城热搜，战略合作伙伴百度，指定万达社区知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推好剧、看好剧，剧荒就来看剧王。来，海写个海。读的时候就整。我发际线比较高，其实不是肾亏，因为年轻谁会肾亏呢？那咱们这个乐队叫什么名字？一世香。我觉得这个东西咱们就不用去拘泥的特别。别拍了，别跟着我拍了。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